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财经专家邱敏宽，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张委员，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勇哥陈柏惟，大家好，双友。好，那在昨天的时候，大家看到，那民众党提出了他们的军购的一个版本。好，这个版本各方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论述，好吧？那但是在今天的时候，你看到国防部很罕见哦，国防部在今天上午7点多的时候，那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针对这个版本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的看法。你想大概知道，但是让你先听国防部的官员怎么说的。来，他在这个条例里面，他列了5项军购案，他都没有列国内配合款，也就是说，比如海马式，它是必须要盖战保跟车保，还有相关的这个库存设施、后勤保修设施，这些是没有在里面的。如果说我们买了这些武器装备回来没有地方放，那很可能就会造成武器装备的损坏。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按照这个版本去做，真的的确是至爱难止。如果说第一版没有签署的话，通常整个建案跟着整个军购的流程得重新再来，也就是当这个案子被撤销之后，号码被撤销之后，我们得重新递交发价书需求信案，然后他再重新做审查。它不是中间略掉，就是你前面已经做过了，而是所有的过程重新再走一遍。来，医生是昨天那黄昌主席，你不管讲他在立法院任期，那当然到这个月底，可是好歹那白云推出了这个版本，而且在那个版本上面是只有他的签名哦。好，那现在看起来国防部今天上午，国防部很少，一大早没错，就出来开了记者会，摆明了告诉你说成白话文真的没办法，好不好？大哥，我真的没办法这样做。对，说真的，我们还蛮期待民众党这个版本啊，因为民众党这个版本至少好像有一个期待，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民众党版本跟行政院版本互为嘛？毕竟他就有8票嘛，然后加上民进党的52票轰不隆60票、51票、59票，过半可以互为这个在所谓的国防外交委员会两岸并审嘛。听说国民党也要提版本，赶快提所有的版本，赶快互为进去，要吵架全部到委员会里面去吵架，好不好？不要挡在门口嘛。所以今天一样。程序委员会礼拜2固定的，我们都会算了。5度5关讲5万嘛，10度10关挡在外面。10度10关讲什么呢？自由时报的报道说奖励你们国民党智库交流啊，智库交流有什么好奖励的？说真的不是萧旭成是各种基金会不断的在交流，不是吗？为什么要特别换这个智库交流？反正国民党已经要告自由时报了，这件事是否是事实，我们就看未来自由时报在法庭上面怎么样去跟国民党做攻防嘛。这些消息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重点是国防特别条例还是被挡下来嘛？挡下来之后，大家来看到民众党的版本到底有什么问题嘛？是不是因为国民党今天民众党版本一样没有过关哦？所以是不是因为国民党也不支持民众党版本？因为民众党版本实在是问题太多了。开宗明义第1条就有问题了。开宗明义第1条大家昨天都已经讲说少了一个联合作联合做什么？联合做东联合做什么？不知道。联合作战效能嘛，少一个战字，确战王国昌确战成果然是少了一个战字哦。除了这个战字少写以外，漏字之外呢，其他还有包含在行政院条文里面的打造台湾之盾这个非常重要嘛，因为多层次的这个飞弹防空系统就是要打造台湾之盾嘛，引进高科技跟人工智慧加速击杀链嘛。因为未来所有的飞弹包含锁定、包含侦测，都必须用 AI 去做相关的一些资讯上面的整合，所以这块非常有重要。更重要的是后质国防产业打造飞鸿供应链嘛，因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3000亿不是对外采购，会有3000亿是投资台湾的军工产业去进行相关台湾国防产业一个建构，后质台湾自己的军工产业嘛。所以行政院的版本第1条非常清楚但是民众党的版本把刚才讲的那3项全部删掉。我就问民众党版本，你们没有写飞鸿供应链，那所有的武器系统可以跟中国大陆买吗？那牵涉到国安问题嘛，当然是不行。所以这个民众党版本故意把所谓的飞鸿供应链把它删除，到底为什么嘛？而行政院的版本跟
民众党版本全部我们一起比较，就非常清楚了。包含刚才讲的立法目的上面，他提到的那3点被民众党版本删除了，包含采购的项目精准火炮、远程精准打击飞弹、无人载具及反制系统、防空反弹道反装甲飞弹、人工 AI 的智慧的指挥管制、通信资通网络情报监视及侦察系统、强化作战量能。刚才讲的那个机保，就是这些相关的装备嘛。飞弹买来你要有地方摆地方要不要花钱？要嘛。这些全部被民众党版本所删除这个就是强化作战、持续量能的相关装备嘛。另外就是刚才讲的台湾国防的工业军工产业的台美共同研发及采购合作之装备跟系统嘛。因为共同研发就是要在台湾落地生产嘛。国防部虽然没有把很详细的项目列出来，但是我相信机密报告里面一定都会有，而且国务院已经公布了，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布了5项的军购的项目嘛，这些军购项目变成了黄国昌的项目他就只列那5项。我说真的，如果你要详列，他也不敢多写，敢多写的话，那22秒躲在楼梯口了，你看到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嘛。所以他一定不能写嘛，多写的表示你就是泄露机密。而国防部为什么只列项而不列目？目的意思就是说很清楚的军购项目，因为有些东西就是不能写嘛。这个四叉猫很厉害说抄袭找抄袭论文找四叉猫去抓就对了。他也去对照了维基百科写的跟黄国昌版本的，他有没有错误的相关的差异的部分？有，他是把套改成没把香改成套，把那个主改成套，就是这些黄色的地方大家看一下，黄色的地方是黄国昌版本没有抄袭的部分，其他的都是维基百科的，包含价格，他把价格上面的美金改成台币而已换算以今天的汇率去换算今天汇率明年的汇率呢，我们怎么会知道？但是黄国昌竟然是把美金直接用今天的汇率换成新台币，而且规定国防部你就是用这样的价格去买当然大家会产生这些对于黄国昌版本的种种的质疑嘛。 OK， 现场 Thank you。外交国防委员会带过，确实。那请问一下，如果这一份有人说这是不是黄国昌的毕业作品或者什么？你觉得是他毕业作品如果你打分，你会给几分？然后包括那个内容，所有这些东西，以你在外交国防委员会，你毕竟待过外交国防委员会，你会怎么样看这个内容？0分。不是，他不会work嘛？我不能理解。我现在讲这个是特别条例，而不是特别预算。对，所以其实这个军购整个走完要走2次3读。那特别条例这件事情，你有缺一不，这叫缺一不可。你的名字、你的项目、你的金额，你做错了，整包不算嘛。因为整包就这个叫会有法律的冲突的问题。好，那逻辑很简单，钱可以用今天的汇率去买未来的事情吗？那多的少的怎么办？算谁的？这第一个，这钱的其实钱是很夸张的失误啦。他美金这个对大家都知道，这我们要跟美国采购这些，可是当他摆进去，你第一眼看到他们用新台币的时候，他就是给一个很严格的条件这个好像人家在择偶的时候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大概不要几公分然后读书或者是家境怎么讲一讲，我差点把条件讲出来。我只是举例，都会往这个方向先举例因为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嘛。你举完例之后，那黄国昌现在是我要175.52公分的，看贵我不就还要每一个遇到的时候我都量给你看？我如果要询价买其中一个武器的时候，问每一间说，拍谁？问跟他0.52的这个可以买，这不合理啦！就写新台币第一眼就0分了啦。然后接下来是武器的项目限制嘛，你其实逻辑很简单，你看行政院的版本，它是买我要哪一种系统，哪一种类别，你把型号跟那个写出来，你变成我简单讲这个如果换成台湾的厂商一般的商品的话，你这叫图利厂商了嘛？你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朵花，刚好刚刚这个录影前听到，我要买一个花圈这个是一个花圈的价格，我指定要哪一种花，你指定的花如果刚好只有一间厂商有这不就是绑标了吗？所以他写这个远远看就蛮夸张，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忍耐着性子把它讲完。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他有被提到说刚刚关于危机抄袭嘛，这你知道远远看那个东西感觉就像什么？你知道吗？最近刚好不是有人在爬那个101嘛？黄国昌的这一个案子看起来就像是他在
交友网站上面放了黄国昌的那个写真集露2点的照片，然后下面的字界写说我曾经爬过哈利法塔，然后1月25号征服101，那个就是 copy and paste， 那复制贴上，那就不是你写的东西嘛，你懂个鬼哦。所以然后远远看就是那个图像是黄国昌，可是那里面的东西就不是黄国昌，而且那个是很明显不是他的东西嘛，所以从开宗明义到疑似抄袭到内容的限定设置，它都不像是一个可以合理完成的。那我还是要讲担心，我的担心，因为其实军购并不是说我们这签一签1、2、3三读按完表决出去就好了。我刚刚讲到第一个，我们台湾经过2次三读，然后这才算什么？这才算提案完成。所以提案完成是我方提案了。那接下来去到美国那边之后，还会有所谓的他们要 review， 要 notification， 要跟国会报告，然后要开署这个意向书 agreement， 然后还要分2次的书信来回，然后还有 implementation 就是它整个规格都确定好了，然后以上都完成了，我们才会开始交武器。那我现在是第一关的第一站就过不了了。我们说3读嘛，程序委员会卡是什么意思？是连1读都没有呢？以上都完成了，我们才会开始交武器。那我现在是第一关的第一站就过不了了。我们说3读嘛，程序委员会卡是什么意思？是连1读都没有呢？连第1次都还没有读。那实质上的讨论，我们常常在听电视节目讲1读、2读、3读，很多人回要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简单讲，1读就是进门了，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了。2读就是交战了，2读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我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现在没有2读，你们现在听到的2读都是在门外的2读，都不算立法院正式公文书上面的2读。然后3读是这个叫结案报告啦，就是好，我们该改的都改完了，讨论的讨论完了，那来吧。我跟大家报告，很多我当时去立法院的时候，我很喜欢问一些听起来很厉害的名词，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要3读？我当时问一个前辈，他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其实3读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要仓促立法。3读就是为了给大家足够的时间，让社会舆论去讨论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做。那我问大家，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觉得3读不够，我在程序委员会之前再让大家多讨论一点吗？我觉得不是嘛。所以从这个立法院实际上的进度来看，现在是0，即便有提案，但是都是还在门外的状况。可是呢，对实际上造成的我们说的这个地缘政治关系，我认为中国如果有能力来压这一个军购或是关税，就是台美合作相关的案子的话，其实我认为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一次的加压力度非常高，因为过往他可能经过2读激烈讨论，经过抗议冲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任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叫美猪嘛，7次的院会抗议。然后他们还搬那个猪球，什么木马屠城，还那个大猪气球进去，泼猪内脏嘛。所以说上一个会期上一任里面最严重的冲突，然后还怎么样？疫情的时候百花就会有那种画面，这次都没有。这次是根本连进立法院武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把你锁在最前端的意思是什么？你只要动了，我就当作你毁约。逻辑是这样，假如我跟上公我们2个不同党啊，我今天乔说，我跟你讲这个法案很重要啊，怎么样过啊？假设2个讲好了，我要进去推的时候，我进去推了程序委员会进入1读，然后上一夫突然跟大家讲说，没有，我们本党团没有要支持那个东西，这叫反悔嘛？那我有后悔的空间，我就那刹车踩在这里。可是国民党现在的情况，不管他是否觉得跟共产党有关系，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客观效果就是共产党得利嘛。那么他把它锁在程序委员会，这个是前所未见的高压。从政治角度上来讲是这样子，而且国民党也没有任何的弹性。就假设我国民党我来跟中国讲这对美国做好，我来和中国瞧。可是他们的瞧法都是上京朝贡，然后或者是什么政协会，就那个是跟国民党好没有错啦，但那不是跟台湾好啊。那个不是对台湾多数人民有利的嘛。所以今天这个全国工商协会总会的这个相关的干部应该叫许书博吧，他是国民党前中常委加立委，他是出来讲说台湾的百工百业需要这个关税15%尽快通过。但我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关税或军购，现在连1读，也就是立法院的门都还不算进去。OK， 来威，
要不要直接从刚才3.2直接回应那一块？他特别把这些事情客观上面，因为《自由时报》描述的那个是不是老公有不满意国民党这些，国民党提告了 ，OK， 国民党说要提告了嘛，那说都不是事实这些，那这一部分刚才参谋说，但是客观事实他觉得就是老共会获利。因为如果军购被挡，所有这些，那这些相关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对你们来说要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不是，我觉得国民党提告《自由时报》，我刚刚问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今天开完记者会之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文传会的主委吴宗宪委员，好，会负责这个工作哦。那当然会提出正式告诉哦。那我觉得提告是应该要做，因为《自由时报》已经从上一次政协会的3张门票，到现在这一次连国共论坛都有所谓的不同条件，党军购还有一对这些的条件。那你说这个所谓军购问题哦，国民党的态度一直都非常非常清楚哦。从之前1.25兆出来之后，就要求他说明清楚。那我也必须说，一开始的2页的说明，到后来的确这个美国商会提出这个8项的这个内容，然后到后来王定宇委员开的所谓的这样子一个事前的机密会议，的确也有部分的这个项目就可以公开的出来，的确事情会越来越清楚嘛。那回到现在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黄国昌的版本啊。以今天刘雪婷委员讲，国民党会有自体版本，然后他就说跟民众党版本可能在金额、时间、日程上可能会有所差异，但我可以具体负责任跟大家讲，国民党提出的版本会依照美国这几项，然后其实跟民众党会有点像啊，然后去具体的讲说哪些我们觉得是可以提出、可以买的金额跟时程明确提出来。那如果今天国民党真的党军购的话，我们就从头到尾都不要通过，我们甚至连常务的一般的所谓国防部的预算，今年有多少？公务预算加基金加过去通过特别条例累积到现在加起来是8000亿，今年1年是8000亿，我们这都不过，更开心。政治可能明天就开始，如果按照《自由时报》的逻辑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党军购啊，我们本来就在监督所谓军购部分，所以回到根本啊。2月2号开始的所谓的国共论坛公开透明，那回到我们的我们版本提出这个军事采购条例要够清楚，而且要够能说服台湾老百姓，这样才可以争取两方面都是公开透明的，争取民众的支持。不过现在看起来，建议委员刚就直接讲，他们没有党军购啊，前面的有一些是什么样，然后接下来不管媒体上有人用9度党、10度党或什么，他就讲说他们只是在严格监督，重点是在这一块。而你再换这个礼拜五，看起来这个礼拜五也蛮重要的，大家会再看说这个礼拜五到底包括行政院啦，包括民众党的会被复委，然后包括国民党会不会有版本。所以你不要讲黄国昌毕业还是重要啊。如果这个礼拜五真的有什么转机的话，会不会真的是因为他要毕业了，总是要留下一些东西啊？应该是讲说，小时候我们看电视都什么5度5关讲5万，现在是10度10关讲论坛。为什么论坛？国共论坛停办了这么久，那突然间要办，上个礼拜还说我们可能什么时候要办不知道，后来因为我们 CK 杨这个神秘的嘉宾、神秘的幕后金主，然后公开的讨论。当然，刚才讲到要不要提告《自由时报》的部分，我必须要讲，我们尊重国民党要不要告，但《自由时报》的东西的新闻来自于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来源，那告了以后就知道。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子不让民众去怀疑国民党到底是真的党军购还是不党军购。我应该是讲说，如果程序委员会啦，刚才我那个三有讲到程序委员会，我直接因为。委员也是我们台北市议会的同事，程序委员会一般没有人要进去，为什么？因为进去只是说我们走个程序，好，我们送委员会，我们同意送委员会，我们同意送大会讨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任何比如说5哥你提案，我洪建义干嘛挡你？就进去嘛。义善提案就进去嘛。委员提案我干嘛挡你？就进去嘛。那你在这个时间点就很简单的一个程序，为什么不让他过？而且今天汪小玲所讲的内容，我真的觉得蛮好笑。你就让他过了以后到里面去讨论，你怎么讨论？这其实已经讲了这么多了。所以国民党到底要不要告，我没有意见。但国民党现在的态度跟国民党之间最近的那些内容，我只是觉得说，他们跟民众党之间不应而合的，就是说我们全部来审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常态预算，而不是用特别条例。其实军购这种东西就很直接，它不会很抽象。你要买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难道我每年编出来，然后美国就卖我们吗？这一定是事前了解、沟通、签约，然后经过程序让美国川普盖章。
才会交给我们的。那你说要每年编列，你像黄国昌昨天提出了4000亿的版本，包含国民党昨天马文君在上礼拜五吃完饭 ，CK 杨讲完了以后，他也说需要编制1年1编的常态预算。我觉得这个部分有不谋而合的感觉。但讲回来，民众党的版本，我讲几句背啦。刚才有讲说那个维基百科里面抄过来，大家看一下。连数量都一样，这才是厉害的地方。黄国昌不怕，黄国昌民众党现在要的，我没有党军购哦，我支持国防哦，他们只是要这样的效益，让他肠粉、炒粉这样去传说，我们没有党，那反而回来，国民党现阶段如同委员讲的，你们真的没有党吗？摸着良心讲，真的没有党吗？台湾现在到底需不需要加强我们的国防军备？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啊，可是国民党的情况下，你说没有技术性的杯葛，光程序委员会进去都不让他讨论了，不然很简单，国民党听说智库排了很多版本，这些版本你要不要提出来，跟民众党版本、跟行政院版本一同附委下去讨论，这才是大家要的。但新闻媒体出来说国民党有很多版本，等着国民党立法院决定，那我在合理怀疑是立法院党团决议哪个版本，还是要先到双城论坛回来确定哪个版本？我个人认为不能说我们不是双城论坛，是国共论坛。国共论不能说不让我们怀疑，只是你这个时间点这个 timing 本来就让人家提起很多的质疑，要不要军购，党不党军购？这个特别预算其实也知道，可能是有所谓的举债上限问题，也有可能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秘密会议里面，如果一旦到了所谓的常态预算，那就没有机密的问题啦。我们议员要调资料啊，你今年买什么，预计明年买什么，这个很清楚。所以我倒觉得，是不是有心要挡这个国防预算军购案，很清楚的。各位看得很清楚，我们只是要求来讨论。1.25兆里面，你可以告诉我哪些要，哪些不要，哪些同意不同意？毕竟你们多数，但为什么进去都不进去，而影响到这一次大家想，国共论坛终于要跟你们碰面了。那我们这一次的交流是副主席带着这些智库去，我就问你啦，中国大陆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包含国内的经济，包含社会的福祉。包含所有的国内的一个经济民生，我个人认为，你的恰贵腿有多吗？你刚建议讲这段，来委员，他说你摸着良心讲，这里建议，如果没有这里边，我有啦，乱酸。你刚建议讲这段，来委员，他说你摸着良心讲，这里建议，如果没有这里边，我有啦，乱酸。你不要假装诚恳点。对，然后刚才建议还特别讲一个，是现在你们就可以决定你们如果要提版本是吧？还是要等到论坛回来以后？好了。暗示的意思是要去听人家的一些意见再回来，你们会这样吗？老实讲我觉得这1.25兆军购现在越来越清楚了美方提出这8项，那民众党也提出类似的嘛，代表说民众党大概接受这8项，只是它的金额或数量也一模一样嘛。那国民党的部分不要笑，我懂是事实嘛，对不对？那所以军购是没问题的，不是对，所以我那个结构很有问题。回到根本过去，譬如民进党一直最担心是说，让我们军购很多是机密，那采购项目不能公开。那现在大概项目也这些，那我回到国民党，我也认为国民党对于这几项大概也大致上应该是接受或认同所以换句说，这个军购项目的机密目前也不是什么问题。那今天刚刚讲到国防部早上记者会，他谈到什么东西？以民众党版本，他担心的是国内配合的工程有多少的预算要下去，还有后勤设施有多少预算要必须填补嘛？那这部分它是机密吗？或这部分可不可以去？它即便它有机密性，它可不可以去框预算？好，去说这部分大概多少？那你如果越来越讲清楚的话，我们就会知道1.25兆里面，除了3500亿美方已经提出来之外，
剩下的可能接近9000亿的预算可以用在哪里，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你讲的越清楚的话，当然我觉得过的机会越高。因为以国民党我们现在目前立场就是说，剩下的钱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啊。那为什么会担心？的确很多人都说匡列之后复委讨论再说嘛。但我们当然担心的是，我就给你1.25兆，1.25兆，我知道13个会说可以砍嘛，那砍多少你砍不了多少嘛。那你匡定金额之后，我们就政府就会想办法把它花完。那何不如在一开始的时候，把每一个项目你大概要用多少预算，然后在什么项目上面，不用仔细的把机密讲出来，但方向你可以跟大家讲，因为包含采购项目一开始也告诉我是机密，现在一样是可以公诸于世的。OK， 那怎么样？三哥你要补什么？我想主持人是律师，当事人都不进来法院谈啊，都在外面放消息，这个就是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我讲伊迄拢较早伫厝里拢甲我拍，拍到我规身躯，我一定要告死啊！然后现在律师说，那好，那我们现在进法院啊，那个按铃提告。无，伊迄要按铃，若要按铃的话吼，伊爱先甲我回息的，不是啊？你把按铃的当回息的，你若告赢，你就当回息的。无，我真的伊甲我拍啦！迄律师拢讲叫我入去还疑，我无钱。国民党就是在演这一出啊！你就有地方可以处理的东西，你们有立法委员呢。你今天如果是在野党社会团体要在外面叫，那你家的事你立法委员不在立法委员里面开会，每天做新闻、开记者会，当媒体工作者啊。那黄国昌这些人就是这样子啊，你进去嘛，你在外面跟我挨北叫不就没有用。我之前也遇到一个，他跟我讲说，美国有一个卤沙会，迄甘露两卤什么物件，讲要扣40%，那是新闻，那不是关税的条件。美国没有在关税条件上说把台湾的40%拿到美国为止，然后给我们15%，不是，那是他在新闻上面讲的，那个不能作为法院里面，就是他不能在公房里面上说啊，恁两个好友刚完那些啊，刚好规定讲40%的合约无伊要给你，没有啊。那我每天跟你讨论新闻，那些都是空的啊，就进来讲嘛。我知道你很委屈，你在家里都被打，然后你进法院，我替你伸张正义，我不要，这个就国民党的态度。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委员我们应该是讲说，你说要主要的预算1.25兆先框给你的，我们进来怎么样？我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蓝白占过1/2的趴数的席次。你到了委员会去1.25兆框了哪些东西？你认为不适合、价格不合理、不应该给的课高？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到2读去表决的时候，那你们也是赢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所谓的委员所讲的啊，我不能给你一个上限1.25兆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进来又要怎么砍预算干嘛？你进来就是实质审查。好比说台北市的每年预算2000亿。然后呢，你跟那个蒋万安说啊，我有需要有一笔特别预算100亿，我们也会审啊。你送进来我们也审100亿，我认为不对哦，这个价格只有60亿哦，我顶多给你6折，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国民党说拍谁，我们就是要100亿。好，那我要求保留大会发言权，举手表决。OK， 民进党就输了嘛。那一样的问题，这个东西1.25兆不是框在那里不能动，可以动。可能很多人对预算码不懂，但我们民意代表对这个东西很清楚。亚手亚输人，你都是要尊重。OK。但是如果到了委员会里面去，出了所谓的复委的话，那很清楚，国民党、民众党的亚手亚卡，我那亚嘛亚不亚你呢？那为什么不进来讨论？不过现在看起来，上口立法院待这么多，平常讲，因为好，你说立法委员来自各个领域嘛，那当然到了立法院以后，那委员会这么多。国防外交委员会基本上它是专业性算比较高的一个委员会，所以那时候还记得吗？那大家讲像国民党有很多退将，然后那时候举一个例子啦，那时候吴思怀进了立法院以后，大家就在讲，那为什么不把它摆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因为他的专长理论上应该最适合这些。当然后来因为有那时候过程，不是有什么到老公那个地方去，人家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下面听人家的国歌，很多这些疑虑。但是这一次。因为包括民众党不是到美国去风尘仆仆72小时回来以后，大家就讲说，其实每个人大家都是军武专家，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讲这些，但是还是这一段为什么要问3Q？因为好，虽然3Q本身不是国防或什么，所以我记得3Q有在节目讲过，进外交国防委员一开始要学很多，因为你总是要去知道这些。这一次你说白银自己提的版本，包括刚讲的那些，不管有没有从危机里面出来，有没有什么。因为武器，尤其武器这些，它确实是需要包括实用性或什么，所以国防部今天会开记者会。
那但是你也看到，包括马文君委员，那他跟那个顾立雄部长两个人，大家就讲1.25兆，你们讲的装神弄鬼，搞得这个样神神秘秘的，哪有是这样？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一件事哦，1.25兆，我们19号已经开过一次机密会议了嘛，外交国防，基本上该揭露的大概都揭露了，它有分公开部分跟机密部分嘛。公开部分的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一份资料了嘛，因为它是公开部分嘛，当然，你看到的行政院的版本，行政院的版本，你主要看它的总说明，总说明里面当然有几项重点嘛，一个不对称作战嘛，一个叫做排除红色供应链嘛，一个是厚植国防实力嘛，那当然，你这个版本里面呢，黄国昌提的这个版本呢，简单的说了哈，它叫做对美军购条例啦，好，对美军购条例啦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哈？就最简单的，你看它第4条嘛，第4条第一项，第一项就自走炮嘛，弹药多少嘛哈，多少钱？反甲无人机下，这一点等一下再说哈。第4是那个第2海马是，第4是标枪嘛哈，第5是托式2B 飞弹嘛哈，这几项。大概在去年11月，我们就听到不要听了，只不过是说弹药啦、金额金额哈，去年11月18号，有报纸都标出来了它的金额跟某报标出来的金额一模一样，但我不晓得1个月汇率有没有改变了然后你看它第6项。第6项为因应什么什么迅速提升之需求，且已取得外国同意售出之项目，881亿嘛，那换言之也是对外采购。那请问你一下，对内采购的呢？完全没有看到对内采购项目，完全没有看到。那报告里面也都告诉你要买20万架无人机，在哪里？没有。1000多艘无人艇。没有，没有。国防部里面还有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我们要从 C4ISR 改成 C5ISR， 也没看到。你几乎什么都没看到，几乎什么都没看到。其实说穿了，它就是一个对美军购案，军购特别条例去美国回来开记者会，洋洋洒洒上电视直播，82套，美国说我们干嘛买这么多套？陈志涵你讲的，但还是编82套，一套没少，一套也没少，所以这一些的说法为什么会被抨击的这么样？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画面是国防部战规司的司长那个黄文启中将。我念一段你看国家重大军事投资理应依循严谨的战略规划与制度程序，并经国防专业体系完整评估。我先问一下，民众党，你有战略规划吗？你有完整的这个国防专业体系吗？你有吗？这是你提案的案由说明，你自己提的那我就反问你哇，民众党原来有严谨的战略规划，吓死我了。那为什么会讲出这么不专业的话？好，第二个，那个重大军事投资需经国防部战规司、整评司、各军种等等等等，然后与10年建军整备5年兵力整建计划衔接。今天开记者会的是哪一个司？出来说他不符合的，就是战规司。你不是说要经过战规司吗？战规司出来讲话，你那个不能用啊！你自己写的内容你自己写的内容，你够不够矛盾的？好，5年兵力整军那个整建计划，去年8月底，随总预算送到立法院。民众党8位立委，每一间办公室都有这个兵力整建计划。兵力整建计划跟你讲的还不够清楚吗？
国内国防自主对美采购，分2大部分。那国内自主呢？你不是要衔接吗？那5年军力兵力整建计划告诉你有国内自主的工业要采购的，啊，请问你跑到哪里去了？你不是要衔接吗？那5年军力兵力整建计划告诉你有国内自主的工业要采购的，啊，请问你跑到哪里去了？也没看到。啊，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写的内容都矛盾一堆啊？然后你今天被批评的那样还要出来解释，我也不晓得他们要解释什么。而且你这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预算概算变法律案，变法律案，这很让人压抑。而且这里面非常不专业的还有一件事，我们有一个新型战机采购条例，它上面没有告诉你我们是要买 F-16V 啦，但是它在第4条里面有一个但书，但因汇率变化超出上限，以总预算编列。行政院版这一次第5条同样有这个但书。那请问你黄国昌你的但书呢？如果汇率超过上限怎么办？买不买？买还是不买？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真的连抄，你也要把这一段抄进去嘛？是不是该抄进去？你也没抄进去啊。对，但上公刚讲那个，一般在合约，尤其对外的合约里面，基本上应该都会有这一条。你基本上都会，因为你知道那个汇率，谁知道哪一天突然间那个汇率大幅变动的时候，尤其川普，对，你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好了，狂人个性，你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我今天就在找他这一条，没有，他没有写这一部分，不是他用新台币计价了啊，新台币计价，汇率调整的时候会影响新台币计价，他就不管你了，他完全不管了，他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要那些钱买这么多，我不管啊，对啊。那你要怎么办呢？然后你看我刚才说那个反甲无人机飞弹系统，他为什么不写？因为他有写，那个装置没写嘛？N169A7，好，标枪具体型号啊，托式2B，托式2B 也是型号哦，型号对啊。那请问一下，陆军战术飞弹是很明确的哦，好，而且很简单啊，陆军战术飞弹。不是系统，它是飞弹算没的，不是系统，海马式才是系统，海马式是发射系统，战术飞弹呢，基本上，海马式如果不用火箭弹，改用那个陆军战术飞弹的话，一次只能装1枚，好，它不是系统，它是飞弹，你看它写系统，我就不晓得你们到底写，我真的到底。不能让你发现它超危机的啦，对不对？战术飞弹是飞弹，是用枚在算的，它不是系统，它是安装在海马式发射系统发射的。你看它写成这样，夫复何言？这叫军方怎么接受？那另外就是当然啦，今天程序委员会民进党有提一个草案，把特别条例跟这个总预算的复议案列进去，依然表决10比8被否决，那个否决掉了嘛，巴西是因为今天你们刚好当主席啦，所以不用9比9，主席不用投了。但民众党里面是在提了一个侦列报告事项，把他们的案子提进去了，那。委员会是没有处理啦，委员会没有处理的原因，它就是依照议事书编的议事日程，加上你侦列的，我都不处理的意思，就是星期5我们到院会再战，确认议程，我们到院会再战，所以他的战线会拖到礼拜5的报告事项，确认议事草案的时候，大家朝野再对看一次 ，OK， 好，但是。现在看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最尴尬的第2款，海马式，海马式，你2月2号要去了嘛？你说那个论坛1月30号要不要复委审查一下？审查的时候，你们去的时候说，我们军演不是告诉你我们不要海马式吗？
啊，你不知道你们中天那个被抓的就是要偷取海马士的资讯吗？啊，你们为什么还让他过？哦，你觉得会有影响啊？你觉得会有影响？中国对这一项多 care 啊！军演、海警，包括连窃飞弹连的那个参数、数量、移动，都是海马士。你看这民众党的版本，你看海马士写的多清楚，写的多清楚，所以你说这要怎么办？这一份，那包括刚才委员讲说，国民党是不是自己也会提相关一些版本？会在这个礼拜5吗？那下个月初那就会论坛要举行，会不会有刚才上公他们质疑的这些事情？但我不晓得，你看现在看起来，因为大家啊，不管是军购的事情，或是刚刚讲到关税的问题，尤其关税。川普对你永远不知道他今天跟明天他会做什么事，对，突然一觉醒来，然后大家就看他又发了一个韩国就搞了一个变成15变25，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然后搞得我们大家也有人很紧张，我们也会不会有一天入到立法院，因为条案还是要送到立法院去，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些情形？川普这个你没办法抓，但是这些我刚刚讲从军购一直到刚才讲关税，它势必都会影响到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今天早上韩国一起床，哇天哪，头晕啊，头痛欲裂啊！为什么头痛欲裂呢？今年7月的时候，美国跟韩国谈的关税是15%，加上3500亿的特别投资，3500亿特别投资当中有2000亿是国家投资，1500亿是企业投资。好，这件事情到这边没太大问题了。美国球丢了出来之后，现在各位惨了，为什么惨了呢？现在这个案子呢，在韩国的国会，8月、9月、10月、11月、12月、1月到现在，各位半年过去了，川普桌子一拍，那也过半年呀。来个加博小博信，好，既然是这样的话，好好的来处理你们一下。所以今天早上呢，韩国的关税一口气又从15%往上拉到25%，它有3个特别条例，针对木材、针对汽车、针对制药，好，这3个就打下去了。打下去完，据说韩国的特使二话不说，专机先坐上去，跟李在明直接在飞机上边坐边讲，就直接飞过去了，要去华盛顿，大家好好2266的把这事情谈清楚。但各位。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外面的表象啊，我把内部的说完，你会觉得这里面更精彩。内部是什么呢？我们这时候要来谈谈李在明了。各位，李在明他曾经说过，李在明多轻重？李在明曾经说过，只有外星人攻打地球的时候，我们才会援助台湾。这是第一件事情哦。第二个，李在明跟中国眉来眼去。然后现在呢，川普他曾经对韩国说，如果对北韩你们这么厉害的话，你们要负责主要的责任。然后南韩说，我们是全世界第5大的军事强国，我们难道扛不住北朝鲜吗？各位用关税来打，所以再跟各位谈哦，很多事情你认为它是小事，国防它是小事，什么关税它是小事，可是，在大国当中，请各位要注意哦，你顺得了孤意就顺不了少意，你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很多的党派来到这个地方，他要想清楚啊。刚才敏宽最后讲的那段话，是现在国内大家一直在问的这件事。这件事情就是，大国之间，大家知道2大之间难为小。我们现在 ，Thank you， 我们现在有选择的权利吗？美国、老共，我们有选择的一个权利吗？因为最近你看到，不管是关税或者军购，尤其是军购这件事情，古立人也讲话了。CK 杨也讲话。CK 杨上过 CK 杨很少看到出面，对不对？平常很少见啦，他都在私下吃饭场合才有啦。对啊，所以他不会公开表达说怎么要硬起来啊，私下吃饭场合才有，对不对？不会啦，那个吴敦义在的时候，你在党中央3不5时会看到他身影。OK。郑丽文在的时候，党中央3不5时也会看到他身影。朱立伦在的时候比较少见一点。OK。所以 Thank you， 大家都讲话，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过去大家。台湾跟美国的贸易应该是在这1年关税的时候，大家比较热络。可是其实台湾对中国的不管是服贸或是相关的议题，我想大家比较习惯讨论。那通常都会有一个议题啊，就是说只要我们跟中国买东西，叫我们花钱如果中国跟我们买东西，叫做他们让利给我们这国民党的说法嘛。好，那我们换个方式讲，美国是跟我们买东西，还是我们卖，还是我们跟他们买东西？美国是买我们的东西嘛，所以这国民党当初在宣传服贸、货贸相关的议题的时候，是美国让利给台湾嘛。那2014年的时候，在炒服贸背景的时候，国民党在竞选的时候做什么广告？他说：“别让韩国超越台湾。”因为韩国签了服贸、货贸但台湾没有签嘛，所以当时国民党的立场是别让韩国赢台湾嘛。他现在挡这个东西是要让台湾输韩国呢。
现在就很哦，今天的事情，至尊对决换不换？你若今仔日不换的话，就是15% vs 25%，先赢一成。哪有小可数理概念的，不管是存款、投资、买厝，10%迄偌济，你知影无？你唔，国民党就唔，伊就唔啊，啊唔要安怎？唔就是继续拖好平手，拖好更加较济。等一下 ，Thank you。你有没有听到蓝营有一些朋友跟你讲说，那五权分立到底要干什么？就是你到国外去，全部都弄完回来以后，立法院就只能点头 yes or no。蓝营现在普遍会跟他们的选民诉求的时候，会讲说，那我们立法院到底要干嘛？以后就是行政院说了算，就是总统去谈完说了算。不会这样讲。我跟你讲，如果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去否掉谈好的合约，这是一个政治态度。就是要就直接否掉。2024到2028年的台湾立法院是反对台美之间的协议。那个是政治态度啊，你可以这样子讲嘛。那你如果是拖，你如果是觉得拖是对现在最好的状况，那我觉得就跟李在明一样。如果是选择跟中国站在一起，那又是另外一个画面哦。李在明不是因为他亲中被惩罚10%，他光拖就10%了哦。如果是现在的态度，刚刚主持人问我们选择权嘛，那你现在就3个选择啊，站中、站美或者是拖嘛，就是不选择。李在明被处罚是因为他不选择就加10%，不是因为他站在中国那一边呢。他是中国也些，美国也些的那一种呢。他没有跟你选边站，他在选举的时候就讲我何必在2大之间难为小，我做韩国，我为韩国利益，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韩国国民党？对，国民党现在的情况就是拖啊，正在复制李在明，正在步他的后尘嘛。如果今天国民党是否，那否就大家大力一点，撞看看大家会不会受伤嘛。如果今天国民党是否，那否就大家大力一点，撞看看大家会不会受伤嘛。那拖就是李在明，这个都是这个就是可以比对的哈。那有没有就事论事？什么叫有没有就事论事？就是说，那萧旭晨有去提说我们要再跟中国怎么样的更好，什么意思？我问大家，你如果是2001年到2014，大概到12、13的时候，你说中国正在崛起，那么台湾因为语种、因为市场、因为距离，应该要亲近中国。我认为讲这个话或许有道理，而且当时台湾老百姓的选票是投给马英九，是要国民党，是指示大家来啦，行来中国佚佗啦。迄阵拍枪拢拍几练呢？我是说指商品的制作还有流程结果发现2014不对，过度亲中嘛，16投回来嘛。投回来之后，你现在要再亲中，要给我理由啊！我现在比16年更适合亲中的条件是什么？你要给我们理由嘛？你要告诉老百姓说，我来讲，你讲迄15%迄敢害，我国民党若这种5%，对不对？我叫川普跟习近平来红加牙期我来传谁牙期对不对？你要告诉我们，我们相对民进党现在所提出来版本更好的状况是什么？那如果不是，我简单讲，军购跟关税绑在一起讲，其实它是多方位的谈判。其实国防外交是政治的延伸嘛，它的某种程度，国安会我们叫国安会啦，他们可能是国务院相关的，就是国家的火车头。好。如果这2个谈崩了，有4个会立即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台湾之盾破碎化。你看民众党、国民党的版本，他们应该是不会再提台湾之盾。那破碎化是什么意思？我要买的东西跟我拿到的东西不一样。那也就是会变成说，我买了一大堆飞弹，但没有发射器；我买了一大堆炮弹，但没有可能战车可以装载之类的然后它破碎化跟一开始提出的需求不一样。这就好像主持人说我来组一个资讯公司我也要这个把新闻面对面上网，然后这个时候系统工程师跟你报说硬体要买什么然后主持人就说没有，我说买什么再买什么，不是你告诉我怎么买。这个就是立法院跟行政院的状况，那不是谁五权不分立的问题，是行政权本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利，你立法院还是可以否，你否完之后它就是一个政治态度。那现在很明确告诉你，行政权提出来的东西 ，AIT 是有背书的。我100%支持嘛，赖政府提出的1.25兆美金，它是有公开跟大家讲的。1.25兆台币美金就恐怖了，美金就恐怖了。好，跳一下。好，那1.25兆台币，这个是 AIT 有挂保证的。所以第一个，台湾之盾破碎化；第二个，台美关系恶化会怎么样？25%，保守25%保守他当初讲的是赚我们国家的钱32%那赵少康说，我听到的是32%，是32%保守是25%。OK。第三个，其他国家看台湾就是你美国不要听你还卖假啦。这第三个国际地缘政治关系，这对台湾来种重中之重。OK，
来威，因为蓝营，我刚刚讲的是蓝营，有很多人会讲说，那五权分立到底要干什么？那难道行政说了算？那到底立法院以后那都变橡皮图章？可是三个的意思是说不要拖，大家要不然的话拖像韩国就变25，那要就大家政治态度表决，那大家各自听哪一边直接讲。首先，当然，我觉得韩国跟台湾状况不一样啊。因为李在明应该是共同民主党嘛，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的确共同民主党在目前韩国国会里面，它是一个主要最大党。所以，他如果国会推迟的话，川普当然会认为说，你主要的这个总统跟你国会之间，你明明是同一个政党，意见应该一致，那为什么还拖这么久？但我也不认为说川普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他很明确的涉入了其他国家内政，就说你太慢，我就给你惩罚，要求其他国家内部国会加速速度。同样的，当然台湾会不会面对这个状况，有可能。当然，川普也会说你们这个立法院都不同意。所以比较慢。那回到现在的立法院，当然我们要休会了。那他会就是说这会议不在会期当中啊。那你说这样子所谓审查过程当中，回到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讲实在话，川普你们这个签了15%回来，我们作为在野党当然希望你更低嘛，对不对？要有监督才能前进嘛。那15%跟日本跟目前的韩国跟日本是一样的。老实讲，那就是我们最后你也只能讲。摸鼻子，你大概也只能认。委员，你不能这样讲哦！你这样讲就是儿子啊，你怎么只考第1名啊？你应该去外太空啊！现在全世界最好的政敌是15%。不是啊，这个是没有，你跟我说10%是英国，再来就15%北约、韩国、日本、台湾。我们现在面对，我们现在讲出超国跟入超国，你要讲清楚哦。英国是入超国哦。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是，川普面对所有世界所有国家都是要求把关税调高，对不对？然后这样，川普这个有没有道理？我相信很多国家都认为没有道理，因为他对全世界都这样子啊，所以就比。那我们不要赚他钱啊，我们不要2024年赚人家500亿，2025年赚人家1500亿啊。没有啊，所以当然我们没有这样譬如说以台湾目前的国力来说，我们可能在这个投资分布上，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去跟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叫板，所以面对他涨的关税，我们只希望它涨得越少越好。好，那所以现在目前叫做成功，代表说我们现在谈到的跟日本、韩国一样。然后甚至是台湾这个是卖过去，但问题是我们不是只有关税15%，台积电也在里面嘛，对不对？然后包含这个所谓的，我听不下去了。我跟各位说哈，我们本来的脚踏车的关税是26%，现在降成15%，所以巨大上个礼拜开200桌的尾牙的时候，全台中所有的立委全到，是巨大的老板特别拜托江启臣说千万不要挡。拜托廖伟翔，谢谢他。拜托廖伟翔，廖伟翔要叫他爱叫议长呢，各位是亲议长哦。议长拜托孙大公，拜托给恁李晃一卖砸。好，我们再谈另外一件事情哦。你也忘了科技业哦，不，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这个都是你。车床业哈，车床跟工具机本来是24%，水五金的部分呢，我记得是23%，18%到23%。这一波是台湾各行各业全部都通降税，降税完之后，大家觉得有竞争力，所以许主博才会出来说：你们不要挡，赶快过。为什么呢？这个插下去是几百亿台币的关税，加上几百万个工作预算。结果现在有人说我们已经考第1名了，不够好。那我不知道啊，我们要到外太空去吗？我要补充一下，当然有些行业原本过去的关税是高的，对不对？然后调15%，的确对这些行业是降低了。那明安哥，我不知道你知道汽车零组件原本关税多少？18到25到30。汽车零组件不是整车哦，汽车零组件原本应该是4%到6%吧。那你要这样讲，农产品本来0%呢？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得利，但有些的确，但是我们就是赚人家钱呐。不是，各位，我们回到最现实，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到的就是，因为已经谈回来是这样。对啊，我不管他们可不可能会更好或更坏，因为现在谈回来是这样，现在法案就是要送到立法院去。现在执政党的态度就是这样嘛，包括行政团队就是我谈完了，我觉得我谈得很好，拿来。那现在就蓝白阵营会面临到就是。那 yes or no， 它会变成这样。对啊，因为现在他只能同意跟不同意啊，也不能调整啊。对，那你们会不会面临到这样的压力？我相信，当然这个譬如说业界如果认为说这是谈判关税，他们实际上降低他们成本的话，业界一样反映。譬如说刚刚讲张启臣就是这样，对，那同样的意见也会反映到国民党的立委身上。所以如果当然整体而言，对于说以这个跟其他国家跟台湾自己内部原本比的话，相较有利的话，当然我认为身为在野党，然后在国会里面是第一大党，他当然我觉得通过机会是高的。医生简单补充。对，我简单补充啊，第一个就是说谈出来的结果要国民党说好棒棒很难。
难呐但是就是他们只能同意或不同意嘛。那他们相关的一些意见，对于其他产业，譬如说有些比较低的变成15%啊，这个东西叫做产业转型，我们不能叫补助他们不能叫补助，因为补助就违反了自由贸易的相关的原则，它可能又会被惩罚性关税出来了，所以只能说我协助你做转业上面的相关的转型嘛，这些东西立法院可以提嘛，你在野党可以提嘛，重点是现在 yes or no， 为什么在野党现在都没办法提出他们的主张？背后的压力是什么？会不会是有一个47%的叫他们下一周要所谓的自顾交流的人，叫他们说我47%，你那已经35%？你又觉得是老共的关系不然呢？这些东西老共说我们说我们那个合约不成立，我跟《自由时报》不一样，我觉得是这个部分是国民党自己的路线问题，而现在的主流路线是被郑丽文跟傅昆萁带着走的。我不觉得韩国瑜会反对关税，我也不觉得江启臣会反对军购，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敢去同意这些事情出来？是因为被郑丽文跟傅昆萁带着走，而这些人就是亲中的路线。我觉得你们主席对于如果这样的话，对于你们包括因为今年年底要选战，像郑丽文主席或是像论坛啦、盛会有没有政协会这些，会不会产生很大影响？我跟你讲，这个对美关税部分哦，你现在同意与否，它一样是回归到台湾民意。然后我刚刚似乎掉入敏宽哥的陷阱。敏宽哥，你讲的原本关税是2025年关税还是2024年关税？就过去的关税。不是2025年提高之后又下降关税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我们在前一阵子出口的关税，对啊，是2025年吧？对，所以2025年是已经对美关税已经调高之后关税，只是我们把它谈到往下降，但是美国已经把它拉高了。那我们真正比照基础应该是2024年以前，但没关系，这个大家回去查那我觉得回到这边这部分不要郑丽文的主张会对你们有影响吗？郑丽文主席主张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关税谈判当然是希望更多的对中华民国有利的。对，那真有利的话，那就回过头客观的，就是回到现在15%，大家认为能不能接受嘛？如果产业界认为现在是有竞争，因为其实关税也是一个绝对的数字，重点是我们跟其他相同产业的其他国家，我们有没有出口竞争力？叶善刚才讲的那段话，又把关税 yes or no 也扯上跟老共之间，那包括他们跟我们之间关税的差距，包括对啊，敏宽讲的是更。就是老共从头到尾不认为美国为什么可以跟我们谈关税，因为他觉得我们根本是他的，根本就应该跟他谈。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可是现在就变成你们所有的问题，军购也好，关税也好，年底选战也好，全部都跟你们主席跟两岸之间的态度会牵扯上关系。我觉得军购跟关税跟年底选战都跟两岸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关税现在我最后是讲嘛，我虽然不知道现在国民党立法院到底对关税最后态度是什么。但我的确认为过的机会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过，难道我们重新谈一次？然后如果我们重新谈一次，我们不是执政团队，我没办法去谈判啊。重新谈一次一定增加嘛，增加之后回过头来谁去背这个锅？还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啊？不过现在看起来，那刚才讲到这些，会不会在年底的选战都会产生一些的效应？那大家都在观察这些，但是年底选战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效应，是因为最近柯文哲抢尽了所有的一些媒体上的一些的光芒，因为他讲的一些的话啦，或所有这些生活都有蓝白合，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当然黄昌主席来讲，毕竟民众党主席的黄昌，虽然到了这个月底以后不再是立委，可是接下来呢，对，馆长甚或说有请黄昌要不要去中国直播带货？对，民众党党主席会答应吗？那馆长说他不排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排斥。可是这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在国内大家汇集起来的话，就会变成蓝白合之间到底会变成未来会是怎么样？建议，为什么柯文哲要突然蹦一个说他跟老柯谈了人工生殖法要换这几个军购跟总预算一直是民进党执政党念兹在兹的一些，为什么柯文哲自己要报这个出来？他是要讲给蓝营听吗？我还是跟绿营之间是可以谈的是这样吗？其实我本来是想说要让我讲关税了，那现在是讲柯文哲。我让你讲1分钟关税来。关税，其实委员刚才所讲的说韩国跟台湾的立场不一样，他们比较亲中执政党等等，台湾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关税我在这边直接讲，拜托国民党你卖鬼，你有在调你卖鬼。你有在调你卖，哥不要意气用事了，几百万人的工作。你有在调你卖鬼，你不要过，其实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再谈，川普是个狂人，他跟你谈吗？他跟你谈吗？我个人不认为他会跟你谈，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地方，国民党现在可能是
缓兵之计啊。他们是希望借由时间双城论坛到底是不是夹带哪些问题，那可能拭目以待。OK， 好，你讲到柯文哲为什么要这样讲那句话，我不瞒你说，他已经看不起黄国昌了。但是国民党现在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跟黄国昌谈。为什么？因为黄国昌，我们才拿捏得住，我们才驾驭得住，我们才有机会沟通大蓝小蓝。但柯文哲现在在玩什么？在平衡啊，在干港啊，没关系啊，我可以跟国民党谈啊，我也可以跟我也可以跟民进党谈啊，等等的问题。我只能说，他现在要的是创造他自己的声量跟讨论度。其实你看这几天。柯文哲还是都在版面上，中国国民党也在中国时报也是他的版面。那其实就很清楚，他要的只是一个声量，他要的只是一个媒体的关注度。那至于未来他怎么走，我相信他对媒体的操作，对不起，我直接讲，对媒体比较不公平，比较不客气的。他对媒体的操作，他知道媒体要什么。他尤其那个鲨鱼理论，反正就一直丢，最后面我再集聚我要的议题来告诉你们。其实某部分他还在集聚他小众，也就是民众党里面的潮啊，这些潮啊，能让他左右国民党，那得到他最大的政治利益。OK， 所以三个，直播主要有流量，那是希望能够转换成实际上的一些的收益嘛。柯文哲呢，他所有这些，他希望能够最后转换成什么？转换成在蓝绿之间最大的一个效益吗？那对黄国昌呢？那如果要是柯文哲就把所有锋芒都弄完了，黄国昌呢？他接下来2月以后，他也不是立委了。你如果问我说他们两个这个现在心里想的事情呢，我认为他们路线已经开始不一样了。这个我要先讲，民众党啊，包含第三势力啊，就在蓝绿两大党之外啊，我很不好意思的说，因为包含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某种程度就是反体制、反建制，因为。我当时的某种程度的投机性格，再极端一点叫边缘人啊。所以你看黄国昌一辈子没什么朋友，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好好读书就有朋友。他读完书了之后还是没有朋友。那柯文哲想说，我好好读书，我重考再读书，一定会有朋友。没有，他最后在台大医院地下室所以他变成这种边缘政党啊。边缘政党他们就容易愤世嫉俗。或者是蓝绿不要的，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跑过去，最后去了之后跟黄国昌变朋友。对，所以他那我跟你讲，那就是救急边缘人炼化，看谁更边缘。那现在老大回来了嘛，柯文哲回来，柯文哲没有一天觉得民众党不是他的啦。他可能回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被黄国昌拔走啊，然后有一些核心的机制跟人员都还在，应该就结束了。大概0点几毫秒的时间，他就确认了民众党还是我的。那接下来他的事情呢？我自己家里有养宠物，那我们在训练宠物的时候，就是让它试这个动作，比如说坐下，它会坐下来给它吃东西。那反过来讲，宠物看到的视野是什么？我做这个动作，你会给我吃的吗？柯文哲在想什么？我打民进党，我民调会涨嘛？我打国民党，我可能会有金主来陪我吗？共产党要陪我吗？所以我习惯就是都搓一搓，到处搓一搓。我今天来搓一下柯建铭嘛，搓一下蒋万安嘛，我就到处搓。只要有地方掉饲料，我就继续搓嘛。这个就是他的习惯。我今天来搓一下柯建铭嘛，搓一下蒋万安嘛，我就到处搓。只要有地方掉饲料，我就继续搓嘛。这个就是他的习惯。因为他从政这10几年就是这样子被训练出来的。我只要搓了有东西，我就继续搓，这是他的经验。那黄国昌不一样，黄国昌他其实你说他有钱的工作的压力吗？我不认为有，但是他爱面子，他觉得以前没朋友不是我的错，所以你们台湾社会不懂得欣赏我那么帅，长得像木村拓哉，我在大学当教授又康奈尔毕业，大家应该要爱我吧？没有，你很无聊，你的个性我不喜欢，你这个。鸡毛蒜皮的性格，我不理。那我来当立委，我来让大家看看，他的心情就是这样嘛。所以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什么？要面子。谁让他没面子？民进党。你戏子选到落跑，那落跑战神，我都怀疑在黄国昌旁边讲落跑，他又回来呛你，可以这样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对他来讲，他的是面子。但他走到这里来，当上党主席已经是最终战了。民众党有没有比党主席更上去的？好像没有了。所以下一步，他现在正在筹措的，其实我想大家都猜到了，只是没有讲出来，就是他想要进行蓝白的整合民调。他如果把这个机制打开了，
那他就有路了。那其实对政治人物来讲，他倒不是终点是什么，而是前往不同的终点中，我的路断了没嘛？所以比如说有人问说啊，上公你要不要选？那上公要保持自己的行情，他就说我不排除这个选项，不管他心里想的要不要选。所以黄国昌来讲，他最广阔的路是什么？你看他第一个，他往布置什么？往中国的路嘛，紫云皇室嘛。第二个，他布置往新北市场的路嘛。第三条，蓝白整合民调实际上造成的效果是什么？好，我跟李四川、刘荷兰整合嘛，我输，我第2名、第3名。我输了之后，你们要不要帮我想一下我要干嘛？就变成国民党要帮黄国昌想出路，这是必然的哦，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算把我的兵马交给初选胜利的人，然后让他去选新北市长哦，不然我跳出来查卡都哦，就是像柯文哲这样子嘛，因为他觉得我继续打还是继续有票嘛。柯文哲那个时候在蓝白合的时候，被人家传一件事情，就是他用蓝白一定会合去募款，好去到处这样好，我们一定要干掉这个讨厌民进党，我们要下架民进党。那到处去抠嘛，所以他觉得这个有事情，他说那黄国昌不一样哦，我如果合了，你们要给他一个位置吧，不然你当初是不是跟柯文哲讲说我们如果合的话，你去当行政院长，去当副总统干嘛的？黄国昌要的是这个啦，他就是要把自己的路做大嘛，所以他现在的阶段性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促成新北市的市长初选。只要这件事搭上了，那他就还有4年、6年的政治舞台生涯。上公同意这样吗？因为有人讲说柯文哲或民众党的养分是国民党给的，那接下来呢？台中现在国民党也还在整合中，新北更不要讲，所有这些呢，未来没有要说养分的话，从民众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养分就不来自于国民党嘛，它是来自于一个讨厌绿、不喜欢蓝的中间，尤其是年轻的组成分子嘛。那如果你说年轻的组成分子，国民党有吗？应该都民进党组员少啊，民进党比较多嘛。哪部分？年轻选票啦，年轻人，你们少嘛？那民进党多，努力中。那养分该不该说是民进党给的？对，好。然后走到现在的时候，民众党还能维持一定的民调的时候，是因为有部分蓝营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支持国民党，我也支持民众党，顺便把民众党还垫到一个基础上面。如果这个崩了呢？这个崩了，这个崩就是上公就是蓝营的选将就怕如果没有他们，我会输。对。所以大家一直都在讲蓝白合嘛，那蓝白合，你看柯文哲复出以后，他是基调一定要走向蓝白合吗？并没有哦。他这边走过去跟绿的讲一讲话，那一边走过去跟蓝的打声招呼。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只是说我依然维持着第三势力，我可以选择跟两边合作。我可以选择跟两边合作，那跟黄国昌压一边的合作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嘛？那黄国昌说，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支持蒋万安，多大胆，多大胆！交保第一天坐在车上看到双子星的时候，柯文哲批评的是谁？蒋万安呢？营养午餐免费，民粹骗选票，骂的是谁？蒋万安，蒋万安咯。因为他不骂张启凯嘛，张启凯也说他当选要这样干啊，他骂蒋万安嘛。那黄国昌说大胆的建议，所以他只敢说建议啊，他不敢说支持啊，他还要回去看那一个柯文哲的脸色啊，柯文哲的脸色啊，你说黄国昌卸任以后干什么？黄国昌一定第一个嘛，摆架子要选新北嘛，因为柯文哲逼的啊。竞选总部都弄完了啊！竞选总部既然弄完了，就动一动嘛。难道他真的认为他会赢？还是柯文哲认为他会赢吗？不会吧。然后再讲一句，白营敢不敢在台北再列一个人挑战蒋万安？台北对，敢不敢？不会啦。敢不敢嘛？一定不会啦。你说不会嘛？因为今天讲一句话，你派一个人挑战蒋万安。这时候他连任，你再派一个挑战蒋万安，国民党的支持者接不接受？国民党支持者大概不能接受，因为蒋万安被视为国民党下一个世代的接班人，你要把我搞掉，他一定不会接受。好，
现阶段还有一些深蓝的对白还有感情。你动了我们蒋万安还有感情吗？就柯文哲改，柯文哲国民党里面的人没有柯文哲不敢动的人。好，黄国昌有很多国民党他不敢动的人。因为如果他还要走政治这一条路，他不敢动。今天讲的洋洋洒洒的，真的认为蓝白合是一定的空间吗？今天我讲最简单的一件事，蓝绿都可以跟白合作，但对白的柯文哲大概没有什么太高的信任度，没有什么太高的信任度。那这样走下去，白的看不懂柯文哲你在创造最有利的筹码嘛？我相信应该看得懂，但看得懂，你又要蓝白合，你就只能被他牵着走嘛。OK， 现在看起来未来蓝营会不会这样？但你看，黄国昌真的会到中国大陆去直播带货吗？这是馆长说的，他是民众党国内第3大党党主席，不排除啊，他不是说不排除吗？不是讲不排除，基本上虽然讲说那个不排除就是创造模糊空间，可是这个模糊空间在政治上适合吗？第一个个性会造就你的命运啦，在个性关键的时间点，就会让你在那个时间点做的那个选择。我们谈黄国昌黄国昌其实是一个从小就是乖乖牌，念建中，然后一路很顺遂的读书读上来。到了康乃尔出来之后，其实那个时候特定的绿营人士认为他是不世出的一个人才，所以他最早的时候从进入喜乐岛，然后喜乐岛之后出来的时候，到底在想自创一个小党，还是要加入民进党？后面决定加入时代力量嘛。到了时代力量之后才知道，哇，这个男人真难搞，真难搞，真的想去时代，因为我跟黄国昌跟他们你有共事过吗？没有啊。哎呀，我们曾经在募款很多地方有碰到啦。反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男人，我认为是奇葩的男人啊。但这个奇葩的男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致命伤，他在关键的时间点他会懦弱，就很简单的，就类似妈宝跟学霸的行为啦。那类似妈宝跟学霸的行为，所以你看他在时代力量里面，他们的习惯就是带小团体内斗。然后内斗后面整个时代力量后面就也垮台了嘛，目前就退到地方去了，中央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他在当时代力量垮台完之后，一部分的时代力量到民进党去，他就到了民众党的嘛。到了民众党之后，后面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他的关键的那个毛病又发生了。他那时候去看了郑丽文的时候，各位他已经立志要当小蓝了嘛，所以他已经被摸头了。郑丽文那时候可能有跟他给予他什么 favor， 给他什么好条件。跟着我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大展宏图。那一定是有哪边有给他一个 guarantee 嘛，所以后面才会有那个紫云皇室嘛。那个紫云皇室不会突然间冲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身份要洗白，过去他可是台独13张那个王牌当中其中一个那现在要做这么大的，各位你去想，本来是在天平的这一边，现在要移到天平的那一边，当然角色要做很大的一个角色。他就算回中国祭祖，我都不会太压抑。那为什么不会太压抑呢？因为这个人在关键的时间点就会做出让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好，回头谈柯文哲，柯文哲这个人比较特别柯文哲本来就一穷二白嘛，所以柯文哲很像什么毛泽东的个性，他们就在整个两边的矛盾当中去创造最大的利益，所以他要敲，每天都要敲。为什么每天都要敲呢？他本来就一穷二白了，他如何敲出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声量、最大的流量出来？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这么做啊。我开始就骂蒋万安，为什么骂蒋万安呢？为什么不骂卢秀燕啊？卢秀燕人家未来还要选嘛，蒋万安还久，蒋万安还要先拼连任嘛。那蒋万安现在就。你攻蒋万安他是有议题的啊，但重点是在我认为台湾现在最大的乱象就是柯文哲他们夫妻给了这2对夫妻各位一生这么大的 favor， 给了你们财富，给了财富之后出来搞政治，给你们这么大的信任，台北市8年原地打转一条捷运都没开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现在出来了还翻云覆雨。好，这2天陈美琪又出来了，又发文了，他说什么呢？他就说哎呀，柯文哲被当贱狗啊，贱人贱狗贱命啊。他说他晚上他常常起来就被柯文哲那个电子脚镣的充电器绊倒，脚到处都乌青乌青给毁，讲得很可怜就对了。然后他就说哎呀，他这个执政党随便玩玩，如果一个人长期卧病在床的话，很快就会心肺功能死掉。他说民进党要把柯文哲关到死没有说错，要让一个人死的方式有很多，重点就是整死你。那各位讲了老半天，柯文哲有被整死吗？没有啊，柯文哲现在在整死别人啊。各位，柯文哲到现在在整死别人啊。但是我还要说一件事，就是说今年的选举很好玩。为什么今年选举很好玩呢？今年的年底选举就是人人有信心，个个没把握，但是钱已经花下去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钱已经开啊，所以这样那人台湾人在讲吼，逃税了去啊，所以每个人都默默的过河，每个人都默默过河。有时候老大谈带大声，他们就闪一下。可是呢，再跟各位说哈，地方选举有2大问题，什么2大问题？第一个，投票率不高；第二个，地方派系真的盘根错节太重。地方派系，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就好了哈。我曾经有一次去菜市场，我讲啊，那这间的大头啊有电通，啊，迄间的大头啊无电通。伊就讲哦，迄足简单的吼，有电通就是爱有电。因这边的电较济，因这边的电较少。因这边有交到好的朋友，人伊就来有开心的电。你边拢无，我讲安尼分别遮大。哎呦，后边有人，这个所在呢有电啊无电？无电。各位，菜市场露天的正常是没有电的，可是呢，地方议员跟你交情好，他就可以帮你拉。各位，他帮你做这件事，你不投票给他吗？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的势力会长期盘根错节？其实有它的渊源根据，但那些渊源根据，我们在台北的人一辈子都看不懂的。义善，你来自跟柯文哲他们合作过，对不对？他的好朋友。OK。所以刚才讲到，对柯文哲他们来讲的话，那个所有的包括描述啦或者这些，国民党真的接下来就只能够被牵着鼻子走吗？对，刚才讲到2个柯文哲跟黄国昌的好朋友，也是好老婆哈。先讲馆长，馆长真的是黄国昌的好朋友啊，知道他快要没投入了。剩下1个礼拜，他就不是立法委员了，只剩下一个空头党主席，然后选新北市长，而当选的机会也不高。今年底，不是明年底的，今年底可能党主席就要被柯文哲收回去了，所以没工作嘛，直播刚好，所以他去中国，刚才讲到敏刚讲的话啊，那个13张是那个扑克牌，没那么严重啦。馆长戏弄习近平的老婆都可以带货直播了，带货直播，黄国昌的资格够得很呢。好，赶快去带货直播啊，创造你的人生的第2行职业啊，跟馆长一样，我是觉得不错，馆长真的不错，介绍他一个好工作。那陈佩琪就糟了啊，柯文哲有这个老婆3不5时剪掉，要去搜柯文哲的东西，还要去申请搜索票，这么麻烦。他老婆要去看柯文哲的电脑，直接偷偷摸摸就过去以后，就马上po脸书了，连他的病情也都po脸书了啊！所以说一个有好朋友，一个有不好的老婆所以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啦，柯文哲最重要还是陈佩琪讲的他的官司问题嘛。他为什么不断的要去挑弄说，你看民进党要把他关到死嘛？重点在于3月的他的官司的判决会决定他的接下来的政治路要怎么走嘛。所以包含为什么大家在猜测他跟柯建铭去密室聊了15分钟，真的是聊陈昭姿的所谓代理孕母案吗？还是在聊他自己的问题？我就不讲什么的问题嘛。而这些问题是不是他现在打算要绿白合，或者是未来在选战里面他会扮演一个关键第3者的角色嘛？这当然是对于民进党相对来讲有利，而他是不是算准他自己的问题必须要依赖民进党来解决？他自己心思这么想啦，但是事实上有可能都没有办法解决嘛。但是他真的这么想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这么做，而他这么做的结果会引导到他未来对于政治上的判断，而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开始在拱黄国昌，说没有啦，民众党里面只有一个太阳，就是黄国昌，因为黄国昌比较好谈嘛，黄国昌随时都可以被国民党所收买嘛。那但是柯文哲如果失去了民众党，柯文哲什么也不是，所以柯文哲的利益在于民众党，而黄国昌的利益不是在民众党，他甚至都可以跟馆长去对岸去做直播的时候，他什么东西什么条件可以不接受？所以柯文哲的利益在于民众党，而黄光昌的利益不是在民众党，他甚至都可以跟馆长去对岸去做直播的时候，他什么东西什么条件可以不接受？两位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代表，可不可以各回答我一个问题？建议你们会有可能会跟柯文哲，这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有任何台面下的大家不知道的交易吗？我只能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这不是起来无事的。那柯文哲的这个人的信任度，我只能说，要我们再信任他，只有一个字：难。那你跟他之间所谓的什么讨论什么之间，对他来讲，随时可以跟你讨论的内容都拿出来做新闻。所以依照民进党现阶段我了解过去
蔡英文在当总统的时候，过去来支持柯文哲的那些所有的他所说出来的内容，甚至于是无中生有的内容，要我们再信任他，我个人认为很难。OK， 那威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看起来蓝白合一直都是国民党从大罢免以后的一个主轴。但是刚刚很多来宾的分析里面，柯文哲如果要是玩两手策略玩到极致的话，你们真的就只能一路这样跟着这样配合着走吗？这个我们不怕草绳哈，因为我还没被咬过啊。2023年还不算吗？对哈，23年不算吗？那个不够痛，他就10点6点协议不算就对了，所以要10点协议，对不对？看一下要10度10关。我先讲啦，就是委员再讲一次，你真的再讲一次，没有被咬过。不够痛哈。那我先讲一下，的确以柯文哲跟黄国昌两个这个前后任民众党党主席，在这个国民党跟他合作上，的确。柯文哲的不稳定性是比黄国昌来的高，从国民党角度来看哦，那我觉得完全能理解柯文哲的这个做法，他为了他自己民众党，为了他政党利益，要这样玩两手策略，从他本位主义思考，我完全理解、跟认同、跟接受。但回到国民党立场，我们当然希望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合作对象，所以今天当然代理孕母跟居公案这样子一个新闻出来，而且还柯文哲自己自爆的嘛，如果没看错的话。那当然，对国民党来说会发生，柯文哲为什么要这样做？会打一个问号。但我还是要回到一个根本的。刚刚很多人在讨论说，国民党会不会持续被民众党牵着鼻子走哦？如果今天国民党都没办法自己想办法去争取所谓的，因为民众党最大的就是年轻人的一个认同。那如果年轻人认同很简单哦，是一个价值立场跟态度。那如果国民党一直都没办法展现自己对跟年轻人之间的价值立场态度，没办法吸引年轻人支持的话，老实讲。客观来说，我们就是持续被民众牵着鼻子走，也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一直蓝白合，我们没办法去这个甩掉的这样子一个讨论的问题啊。当然，你说彼此利益一致，就是要大家像民进党，这是大家蓝跟白之间共同的目标。但回到有选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那为什么这样目标就消失了呢？为什么就开始变竞争了呢？所以代表说，不同政党本来有不同利益，但回到根本，国民党要想办法把自己做强。这样子才可以维持自己政党的一个主体性哦。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年底这场选战，那整体来看，蓝白之间的合作，因为最近很多的初选或是各地方之间慢慢大概要出来。尚孔，可不可以简单问一下，以你自己了解的蓝营内部的现在新北这个地方，因为川博看起来是要等那个辉达嘛，辉达，那黄国昌一点都不等，你刚刚讲一直往下。这个礼拜不是讲说刘和然跟李四川两个人要碰面，两个人碰面要谈什么？协调啊。哦，怎么协调？基本上他们都说要用内参民调协调嘛。哦 ，OK。那当然了，内参是一个依据啦，但不一定协调得成。以新竹为例，新竹县为例嘛，不是有拿内参民调吗？是啊，完全没用啊。完全没用啊。那怎么办？内参民调拿出来，如果还没用怎么办？就如果内参民调大家都不认同，那就进入初选。初选嘛。台中第一次协调，2月6号也要协调，都说要用内参民调哦。现在搞到有人跑去跟这个李秘书长说，再这样搞我不选了。那已经有人就说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占优势的人会这样对，说再这样搞了不选了。谁？后面再说。好，后面再说。我知道谁，男的还是女的？我沉默是谁当然，你新北要协调哦。其实你说卢秀燕跟侯友宜都有一点快忍不住了。因为你相对。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相对于民进党人家对手一直在跑嘛，对不对？对，民进党在跑，而你到现在未定，而且侯友宜也必须去承受新北市议会的压力，因为新北市议会看着侯友宜还跟着带着刘和然去参加很多会议的时候，其实新北的国民党的议员有很多人是很不高兴的。是很不高兴的。国民党议员为什么要不高兴？你明知谁强谁弱在这个时候，你不是该做的是劝退刘和然吗？你为什么还拉着他一直在跑？那议员里面期待的强的母鸡就不是刘和然嘛？侯友宜你会不知道吗？所以私下对侯友宜的怨声很大。OK， 怨声很大。
那中部地区怎么偏偏会出现一个干哥哥坚持一个女性立委要选到底呢？大家也很纳闷啊，大家都很纳闷啊。突然之间就跟你说我要选了，然后就一路坚持到底，一路坚持到底。那现在大家讲的都没什么意义啊，因为这几场协调，不管多大的协调，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出现。谁？那个礼拜三坐在中常会中间那一个，协调会从来没出现过。就连在党中央的协调会他都没有出现过。他只会口头说，我们要公平了，好。协调不成，我们要初选啊，我们一定要公平啊，然后搞到秘书长跟主发会要去协调 ，OK， 好，协调完了以后，这个秘书长兼副主席，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请一个辈分比较高的出来帮忙协调？现在既然是搞到这个样子，然后搞到这个样子，那你就赶快嘛，对啊，不然你就办初选嘛。已经有人快受不了了，都说再这样我就不选了。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到底该怎么样尽快能够，因为选战嘛，能够选出最好的人选，那各阵营之间最好的人选出来 PK， 也是老百姓之福。那未来会怎么样？可是你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好了，包括这几天大家一直在传，张瑞霞为什么中箭落马这些事情，奕善是今天有一则新闻出来，还没有被证实。对，但那个新闻，你不觉得跟当初薄熙来那个时候，在过程当中也有一段是枪战，连坦克都出来的那些，然后还跑到美国的成都领事馆什么的，很多这一些的讯息，今天传出来，本来大家只传张幼霞有没有什么泄露核机密啦类这些，现在这则新闻听起来更劲爆，虽然没证实。对，这则新闻就是是不是张幼霞跟刘正利密谋要抓捕习近平啊？而被反杀啊！因为这则新闻是说，他们已经知道习近平在哪一天，1月18号哪一天会在哪里出现，而他们已经要派人去抓捕习近平。但是习近平先获得了讯息，赶快跑掉，然后反杀张幼霞跟刘正利。但是习近平先获得了讯息，赶快跑掉，然后反杀张幼霞跟刘正利这个细节，这个情节很像宫斗剧，但是所以我很怀疑嘛，因为如果你在首都里面要抓捕习近平，你一定相关的包含他们内部的所谓的警卫所谓的武警，应该都是掌握在张幼霞的手中，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王小红他们说有霹雳小组一样他这个故事其实很精彩，我帮立善哥稍微补一下好了，就是自从马杜罗被夹娃娃之后，然后呢，习近平就茶不思饭不想，晚上同一个地方不敢连睡2天，所以他就在北京各个地方轮流跑来跑去。那解放军有很多神秘的宾馆嘛，所以有在北京的西方有一间叫京西宾馆，这间京西宾馆各位没有开放过，只有国家的要员重要的人才能去睡。就据说呢，习近平去睡的当天呢，张幼霞跟派的兵，而且这兵是重装的兵是精装的兵就进去要抓，结果说消息侧漏了。消息侧漏完之后呢，习近平他的有一个门生很出名，就是北京的九门嘀咕，这个叫王小红，目前的公安部的部长，据说也是全副就跟美军的装备一模一样，所以是双方重装备互开枪，然后很多北京人说有听到晚上枪声的状况，但是呢，重点是在后面张幼霞又被抓到了。但今天各位最新的状况是，听说张幼霞又被刘正利给救走了，这个是目前今天北京的状况，这有点搞得像连续剧一样因为这个没证实没证实。但是刚刚奕善讲的是对，大家都很怀疑这样一些新闻内容，因为没错。太不像老共的意思，应该是说我已经全面掌握了整个北京的防卫或者是武力的时候，我才会去抓捕习近平这件事嘛。那如果你掌握了北京所有的相关的武警部队的话，你怎么又会被习近平给反杀？所以这个部分我自己打一个大问号了。刚才也有说到，现在张幼霞又被救出去了，整个所有的各军区的军种现在集结北京要把习近平抓起来
啊，这个我也怀疑啦，因为另外一个讯息，应该就是习近平传出的讯息，说所有的军区的司令部已经被控制住了，现在习近平还是大权。就1月26号的15洞洞，所有的解放军通通不能移动啊，除非有特殊兵文，就是被控制住了。只有一条可以用，就是你家里面的家人病重，你才可以移动，不然都不能移动。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部分应该是透过抓捕张幼霞跟刘正义之后，现在的军权还是握在所谓的习近平手中，而且在北京的这个相关的武警部队，应该也是在习近平的手中嘛。而这件事情对我们对台湾最大的影响，就是到底他的攻台的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当初会有第3任，是因为他承诺2027年要攻台嘛，所以是不是在2027年？但是你所有的上将，我都说你抓我的，我抓你的，现在你自己又怕被美国抓娃娃大家抓来就抓去，都已经整个指挥系统都已经要面临崩溃的状况下，你在近期里面5年之内要来所谓的进行攻台计划的可能性会不大，这个叫做短多，但是长期是空的，因为张幼霞这个人是比较反对说贸然的做武力犯台的工作嘛，所以如果张幼霞贸然的反对用贸然武力犯台的话，那表示未来所有的军方张幼霞被抓了之后，没有人可以再劝谏习近平攻台的这个计划嘛，所以如果等待他所有的军权指挥系统稳定住之后，已经没有人可以去告诫习近平说你来攻台的话，这个部分可能会让习近平去做贸然一战的动作嘛，所以这个所谓的5年的空窗期，反而是台湾最重要如何去防备习近平做出不智之举，而这种不智之举，我们已经准备好相关的这个军购的预算，所以我们为什么说1.25兆的军购条例赶快通过？而白蓝，我说真的，我不怀疑说你们交换了些什么，但是你们现在的动作都在帮习近平争取时间，而这个争取的这些本来应该台湾做好准备的时间，可能因为白蓝的党军购都被这些时间都已经被你们消耗掉。OK， 再讲一次，刚才讲的那些，对，听起来真的很像宫斗剧的那些过程，没有经过任何的证实，而且听起来对大家有很大的一些的问号。但上公，我们来讲一些那国外分析师讲的状况啊。那听起来，因为前面的讯息是张幼霞中箭落马，这是事实。是。那包括他们的解放军报也有相关的报道。那大家就开始分析了，有人说是功高震主，有人说是因为他泄露核武的一些情资，到底是什么状况？当然现在说法很多嘛，因为有邮报说是他收贿。但上公，我们来讲一些那国外分析师讲的状况啊。那听起来，因为前面的讯息是张幼霞中箭落马，这是事实。是。那包括他们的解放军报也有相关的报道。那大家就开始分析了，有人说是功高震主，有人说是因为他泄露核武的一些情资，到底是什么状况？当然现在说法很多嘛，因为有邮报说是他收贿李尚福，让他李尚福接国防部长，泄露核武的军机，那总要是中核集团，说证据来自于中核集团的总经理的方面嘛，那一个中核集团也被办了嘛，好，那后面又有说的是，就是说前 CIA 的又在说啊，其实跟贪腐无关啦，跟什么都无关啦，就是功高震主的意思啦。功高震主的意思，那另外又在谈到的，说是把习近平类似有点踩在脚底下，这个我比较相信，为什么？因为中国那个解放军报里面，他曾经写过几个人，一个叫何卫东，先前被办的，那个也是军委副主席，然后后面是张幼霞，他的用词很奇怪。你看，何卫东的时候，他是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责任制。到了张幼霞的时候，严重践踏破坏。践踏是什么意思？给你脚踏就踩在脚下。好，那主席是谁？主席军委主席是谁？习近平。你看两个用词，一个叫破坏，破坏可能就是说啊。
有些事情我自己就决定了，但我碰到你还是很尊重，那你破坏你自己做决定，你凭什么做决定？但是践踏这2个字出现，就是你军委主席，我连看你都不想看你，我就把你踩到脚底下。所以你从解放军报里面的用词，我觉得我比较倾向于就是军权底下的很多人，你说他一路做到这个辈分、这个年纪，父亲又是开国元勋张宗汉，这一路上来他拉拔了多少人，培养了多少人，自是实际军权在握，不甩习近平。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而且。军报里面还用了一句话，危害党的执政根基。那党的执政根基意思是指谁？就习近平嘛。所以看来，挑战习近平的军权，挑战习近平的执政能力，挑战什么？我觉得这大概是真正让习近平那人说，不然你说李尚福受贿，李尚福什么时候被办？2023年。那也早该办他。今年是2026年。那为什么李尚福办这么早，而那个张又侠一直还可以稳稳妥妥的做了2年多3年？所以那个我觉得什么收贿啦、贪腐都不是真正的理由。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当然张又侠中箭落马以后，那大家最关心的也是刚刚133有特别提到，老共对于两岸之间他会不会再有任何贸然行事的一些，那到底是好还是坏？那国际之间大家都在观察这件事情，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